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妮娜，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商和注册会计师。今天的房财税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收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外国人在美国购买房屋后出租、税务以及出售房屋的相关注意事项。首先呢，让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外国人。外国人呢是指既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美国绿卡，更没有通过美国实质性居住测试的人哈。那么之前的房财税话题呢，我有提过一嘴。美国的税法呢是建立给美国人民、美国注册的公司企业以及美国境内的不动产以及物质财产等等。所以呢，你来到美国买了房，这个房子啊在美国的境内，即使你是外国人，房子本身以及房子所创造的收入都是要在美国缴税的。所以呢，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下，外国人在美国购置不动产后，或者是有意向购置不动产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规划，申请好外国人的税号，也就是 ITIN。 那么如果没有税号会怎么样啊？首先，假设你购买的房子只是为了投资，人呢甚至都不过来美国，那么买的投资房呢只是为了长期的出租，以租养贷，赚租金收益所创造的正向现金流以及长期的房产增值。这里就涉及到了 rental income 租金收益需要每年报税的问题。若是没有 ITIN 外国人税号，你的地产管理公司或者是帮你收租金的人，必须预留你租金总收益的30%。注意哦，这里是指 gross income， 也就是没有减去任何支出的收益。假设你的房子每月租$4000，12个月下来呢，有14400块钱要被预扣下来哦。可能除去你的房贷、保险、地税管理费，还有维修耗损费等等。那个时候你每个月可能不但不赚钱，还要倒大钱在你的投资房上，这明显不太是一个好的投资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购买房屋后立即就申请了税号，一般周期呢是2个月左右的申请时间，拿到税号后呢，每年按时报税，并且每3年按时提交 IRS 的 W8ECI 表格，你的出租收益就不受到30%预扣的限制了。你看，解决方案呢也是非常简单的。现在假设你购买房子只是为了自住，也不出租，也没有租金收益，那是不是就不需要申请税号了呢？这个问题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房子永远都不会被出售，或者是不会有任何意外或者是改变让我想出售这个房子？说到这里呢，要聊点题外话。很多人卖房可能是因为一件突发事件，或者是临时决定，比如说工作改变、收入改变、家庭人口数改变，甚至社会大环境改变等等。当然呢，有计划性、有规划性的卖房也是存在的。那这里呢，我先着重说一下突发事件。假设今天发了一个什么变动，致使我不得不在几个月内变卖掉现有的房产。那么因为你的房产呢是在美国境内的不动产，受美国税法的规划，房产收益呢需要缴税。那么国税局呢，为了防止外国卖家卖了房之后一走了之，拒绝缴税，便颁布了 For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erty Tax Act， 简称 FIRPTA。 那么这个也就是外国人房产投资的税法。税法里规定外国人出售美国投资房产时，购买外国人房产的买家或者是房产交易中的产权过户公司 agent 必须预留房产总价的15%。那么2016年2月以前完成交易呢，是预留10%的，之后呢就升高变成了现在的15%。另外加州政府也有要求额外的预扣，额度呢为3.33，所以在加州出售的房产总共的预留为房产总价的18.33。这里说的房产总价当然还包括你的房贷、收现以及房子的 market value 市值。这个预扣数额其实还是蛮大的。当然很多情况下，最后售房的收益可能会大大的小于这个预扣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呢，外国卖家就可以提前申请一份 IRS 的 Withholding Certificate， 也就是 8288B 表格来申请的。当 IRS 通过这个申请的时候呢，即可减少这个预留的数字。那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来计算一下时间了。申请 8288B 表格一定要有 ITIN 税号，否则呢，被拒绝的几率基本是99.99%。那刚说过了，申请 ITIN 呢需要2个月的处理时间，申请 8288B 表格呢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加在一块大半年都过去了。而一般的房产交易周期呢，也就是2-3个月的功夫。所以往往真的等到售房时再做这个补救，申请是来不及的。假设你的房子5月售卖，6月过户，加上5、6个月的申请这些的时间，都不如等到明年报税的时候一起 claim 了，是不是？
所以呢，在这里我才一再的强调，外国人购买房产后要早早的开始做这些规划。当然了，如果你的 8288B 表格被批准，来年一定要记得按时报税哦。最后呢，让我们再聊一下一名外国人在美国全名持有一栋房产的具体的一些税务数字。刚刚我们提到了房产的 passive income， 也就是说要预留30%的租金收益。那租金收益报税呢，是按照非外国人的报税方式来提交税表的。所以在各种合法合理的 deduction 支出之后呢，比如说你的房贷利息、物业管理费、维修费、保险费、地税，还有管理公司费、折旧等等，非常有可能啊，即使是你需要报税，但是报完了却发现你要交的税很少很少，甚至是没有的。具体出租房什么可以抵税呢？请看我之前出的一期房财税视频。其次呢，刚提到房产销售税，这个说过要预留15%的联邦以及加州的3.33%。那么报联邦税的标准呢，是在房产的 capital gain 只有增益，收益中的0、15、20%呢为要缴税的金额。具体是0、15还是20呢？要看你的总收入。那么具体呢，我会放一个表格在屏幕上。刚所说的预留税会在未来的报税的时候扣除这样算出的所欠税款，余下的呢会返还给你。这里我还要多一嘴，我们所说的 gain 呢是 long term 长期持有的，也就是超过1年持有。若你买的房还持有不到1年就出售并有收益的话，这里比如说那些翻修的短售屋，那么就要按照常规收入来报税了，不是0、15、20，而是取决于收益，比如说10、12、22、24、32、35和37，目前最高可达37哦，具体可以看表格。另外呢，加州是没有 capital gain 的税率的，加州全部按常规收入的税率来报税。我也会放一个2019加州税单的单身税率表格在这里给大家参考。今天给大家看的表格呢，都是2020年对应2019年税表的，明年呢可能会改变，具体报税年呀还要看该年的税率才好。最后呢，让我们再来聊一下遗产以及赠与，这两个经常放在一块说。之前呢，我也出过一期非常详细的赠与性的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外国人联邦遗产税呢为40%，加上每个州的遗产税。另外呢，外国人只有6万美金的 exemption， 比起2020年非外国人，也就是美国人拥有的1158万的 exemption， 真的是有点太少了。所以呢，如果房产会涉及到遗产税以及赠与税的问题，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可以参考我之前出的一期个人公司持有房产视频。那么另外呢，目前加州还是没有遗产税的，但是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改变，因为目前的加州国会议员 Bob Wiener 最近提交一个提案，申请增加这个遗产税。具体投票结果如何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希望你们会喜欢。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Mina，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